恭喜你！我叫江来，相信努力可以兑换价值，规则能够守护尊严。这是我们新一季度。从校园到职场，我的人生信条从未改变，专业是唯一的通行证。这是徐婉，公司前台，也是我师兄沈凌川的女朋友。她的信条似乎是别人的男朋友才是最好的战利品。记得的是吧？这个见了，我下面准备好了，我不等你了。真的。沈凌川，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大学师兄。我们从同一个课题组出来，一起创立了这家公司。江经理，快来，温氏的合同就等你最后把关了。沈总，最终条款我已经仔细核对了3遍，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尽快盖章确认吧。明天早上9点是 deadline。当初在实验室一起熬夜，通宵做项目，就属你最严谨。沈总，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跟进了2个多月拿下的最大标的，如果可以顺利签约，我们公司整体收益会提升30%。林川，婉婉，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没有，婉婉，你听我说，我们在谈工作呢。谈工作？需要关门？靠得这么近吗？我知道江来姐能力比我强，我想我什么都帮不上你。可是我怕。江经理，你看，你要不先出去一下，我要跟他解释清楚。没问题。但是沈总，我要提醒你，温氏那边还在等着，请您尽快确认。毕竟这个项目的违约金是总金额的15%。沈总，我的薪资里可不包含帮您处理个人情感纠纷的报酬。你们刚才又去干什么？是为何好什么？吵架了？你听我解释啊！小点声嘛，别管了。婉婉，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原本有人要勾引我男朋友，不过没事了，林川已经给我解释过了，是误会，我已经原谅他了。还是老板娘大度，不愧是沈总的女人。没办法，林川总是心太软，我都跟他说了好多次了，不要对下属太好，容易让人误会。职场的流言就像空气里的灰尘，有些人擅长制造灰尘，而我的工作是在灰尘中保持呼吸。江来，别拼了，女孩子还是要爱惜自己的，不然让林川知道了又要怪我没有照顾好你。辛苦了。林川把手机先放我这儿了，他怕我多想。原本呢是怕一些狂蜂浪蝶勾引我家老公的。你在说我吗？哎呀，你别误会，我不是说你啊，你肯定发的是工作邮件，对吧？人家正牌女友都闻着味儿追过来了，有些人呢就是没点边界感。你刚刚的用词是你老公。你们领证了？哎呀，这样就是走了，明天见。小江啊，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你也知道沈总和徐婉的关系，徐婉正在气头上呢，合同这事儿再大也没有沈总家里的事儿大，你先等等啊。喂，沈总，已经晚上9点了，公章还没有给我，合同还没有盖上。一个女下属能不能有点界限？下班时间勾引老板，这合适吗？徐婉，麻烦你把电话给沈总，真的有一份紧急的合同需要他处理。这么晚还找男人谈工作，你是多缺男人啊？事关公司几千万的项目，如果出了什么事情，违约金公司可赔不起。那可怎么办呀？
江总监，你能力这么强，一定可以自己解决的，对吧？与温氏集团的千万级项目合同需在明早9点前完成盖章，否则将面临巨额违约。目前无法联系到沈总，请知情同事协助，事关公司存亡，万分感谢。姐姐，林川他今天真的不舒服，他需要休息。这么晚了还在群里发这种消息，会让大家都很担心的呀。姐姐，那个千万别被外面的人给骗了呀！到时候公司损失这么大，怎么承担得起呀？牛马保命第一要义，远离恋爱脑老板和他的奇葩女友。将来合同怎么样了？快点，我现在得盖章。怎么，消失了一晚上的沈总，怎么一大早出现在我家了？手机坏了，刚修好，真的。昨晚我什么消息都没收到。骗鬼呢！江来姐，别怪林川，都是我的错。我看他太累了，怕他被骗，没多想。徐婉她就是太在意我了，你别放心上。江来姐，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知道你工作能力强，可我只是个普通小女生，看到林川为公司那么拼命，我真的好心疼。我只是想帮他一点点忙，没想到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在意到可以拿公司几千万的合同开玩笑，徐婉，你的在意代价可真大。婉婉她知道错了，你大人有大量。啊，对了，公照已经带过来了，抓紧时间。哎，沈总，你一个大男人，一大早来到单身女下属的家里还要强闯，有点边界感好吗？我们温总是一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人，你们迟到了半个小时，请回吧。徐秘书，你听我解释啊！请回吧。不怪将来拖延，否则肯定来得及。江来姐，将来，我知道这个项目是你凭一己之力从众多竞争对手那儿抢来的，你为此付出了很多，所以你能不能出面找温总解释一下？解释您的女友因私人情绪让公司面临破产，还是解释你作为老板纵容她毁掉一切？徐婉她也是一片好意，我不能辜负她呀。当年大学毕业，我四处碰壁，是沈林川破格提拔我从实习成了现在的总监，这算是我最后一次帮他。我可以去沟通，但你得答应我，徐婉以后不再插手公司的正常工作流程。林川，你别为了我为难，都是我的错，是我太爱你了。江来姐能力那么强，肯定不会不帮我们的，你说对吧？江来姐。将来，你看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温总又一直很看重你，要不这件事情就你来承担一下？沈总，我的工作范畴不包含帮您承担您女友的失误。我需要一个解释。江经理，我需要一个解释。温总，对于迟交，我不做任何辩解，这是我起草的一份补充协议。我们川行愿意将最终交付日期提前1周，并签署对赌协议。如果做不到的话，川行广告将支付违约金。你能做主吗？据我所知，川行的老板是你身后那位吧？我想，我现在应该可以做主。就按江经理说的办。下不为例。实力比任何解释都有利。
实力比任何解释都有利。在这3个渠道，我们启动资源，可以提升200%的曝光量。基于第3季度的用户数据，我们建议将核心资源投放在这3个渠道。接下来，我们将大家开了这么久的会，肯定累了吧？我特意买了咖啡，给大家提提神。啊，各位领导，喝杯咖啡，休息一下。稍后我们江总监再继续给大家讲解。江经理，你也辛苦了。我刚刚在门外听了一下，江经理，你讲的特别好，思路特别清晰。不过啊，林川，你也不能什么事情都让江经理干啊。虽然他能力强，但公司最终还是由你来拍板。大家说对不对？说我功高盖主。根据川行广告项目决策流程第3条明确写着，非项目组成员不得参与或干扰核心会议的进程。你需要我替你朗读一下行政岗位职责的第1条吗？林川，我……你先出去。徐婉，你要玩宫心计，这儿不是你的片场。温总，不好意思啊。温总，温总，进来，这下你满意了？你当着大家的面让徐婉下不来台，就是不给我面子。你懂不懂什么叫顾全大局？沈总，我的工作职责是保护好项目，不是维护你女朋友的面子。好，你给我等着。沈总，我觉得您应该给我一个解释。这个是你这个季度的绩效考核，沈总已经签批了。C 减？解释什么？你是不是忘了，在这里我才是老板，给你发工资的人是我，没了我，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你觉得给我这份报酬，不是对我工作的价值认可，而是对我的施舍，对吗？好，作为一个 C 减的员工，那就从准时下班开始。你用情绪打分，回忆行动回应，很公平，不是吗？来回来了，快洗手，饭马上就好。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们家来了，工作2年多，第一次准时下班回家。多吃点儿，你看你又瘦了。工作再忙，也得顾好自己身体。最近工作都还顺利吗？挺好的吧，就是有点累了。兰兰，在爸妈这儿不用硬撑，你从小到大一受委屈，右边眉毛就会不自觉地往下耷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吧？闺女，爸妈没多大本事，给不了你金山银山，也帮不上你工作上的忙，但这个家永远有张热乎的饭桌，有盏给你留的灯。外面要是累了，受委屈了，随时回来，家永远是你的退路，也是你的底气。原来无论我在外面的世界里是无所不能的江经理，还是被人评了 C 减的刺头，回到家我永远只是那个可以被一碗热汤惹哭的孩子。世界很大，风雨难测，但家永远是你可以卸下铠甲的地方。吃饭，好，吃饭，吃饭。
生活都将你拥抱。昨晚9点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你知不知道项目出了问题？沈总，你也说了，昨天晚上9点是下班时间。下班？公司给你发薪水是让你来享清福的吗？下班了就不能工作吗？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我这个月的绩效评判是 C 减，这说明我之前不分昼夜随叫随到的工作方式很不符合公司的评判标准。我正在严格按照您批准的绩效标准更改我的工作模式。毕竟一个 C 减的员工可操不了 A 加级别的心。就来！你别给脸不要脸啊！当初要不是我赏你口饭吃，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要饭呢。你真把自己当什么不可替代的人物了？没有我沈凌川，你什么都不是。沈总，我很感激你的知遇之恩，所以这么多年，我都用无数个加班到凌晨的夜晚和给公司带来了无数真金白银的项目还了。但这不是你可以随意侮辱我的借口。我的尊严和能力是自己挣的，不是你施舍的。尊严？你个打工的给我谈尊严？你信不信我只要放一句话出去，没有人敢用你，我让你在这个行业里混不下去，你信不信？试试看吧，看看是你的封杀速度快，还是我取代你的速度更快。当老板开始用羞辱替代管理，用恐吓掩盖无能，这里剩下的就只有腐烂的味道，是时候离开了。项目部经理江来近期工作态度消极，无视公司纪律，鉴于其屡教不改，性质恶劣，公司决定开除江来，永不录用。看，无能者最后的武器就是挥舞着权力的稻草，试图把你钉在耻辱柱上。江小姐，你的个人履历非常的漂亮，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什么？圈子里都在说您吃里扒外，带着上家公司的机密跳槽，所以我明白了，谢谢。我在过去的1年里，为公司创造了近1个亿的收益。对不起，江小姐，我们公司不需要有污点的员工。我让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混不下去，你信不信？流言是看不见的枷锁，它不证明你有罪，只证明你曾在一个烂泥潭里待过。喂，江小姐，我是温景然，这是我的私人号码。温总。喂，江小姐，我是温景然，这是我的私人号码。温总，我司战略发展部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有韧性、有专业能力，并且懂得坚守原则的人。有兴趣试试吗？有。好，那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评估和川形广告的合作。没问题。江来，怎么是你？怎么，看到我很诧异？江小姐现在是我温氏集团战略发展部的高级总监，你们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江总，欢迎您亲自莅临指导，真是蓬荜生辉。沈总客气了，温氏的时间很宝贵，请报。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项目。可以了，直接看数据页和风险管控流程，其他的我心里都清楚。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好。各位辛苦了，喝点咖啡吧。沈总，这评估会议什么时候允许无关人员进入了？徐婉，你怎么来了？快出去！林川，我也是为了你们好。徐婉，现在我是甲方，故技重施可不高明。川形广告内部管理混乱，核心人才流失严重。我的建议是，
终止合作。知道了，我会如实尽责。江来，你公报私仇。徐婉，温氏的决定从来不会以个人情绪而改变，而你的行为恰恰佐证了报告里内部管理混乱这一条。江来，不，江总，看在我们这么多年一起辛苦打拼，看在我当年把你从实习生一手带出来的情分上，拉川行一把，行吗？温氏如果这个时候解约，川行的资金链就断了，银行的催款电话都快打爆了，我就真的全完了。这公司可是我的心血啊！沈总，这商业合作讲究的是价值共赢，现在的川行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有价值，有价值，只要你点点头，条件随你开。回川行当副总，不当合伙人，利润你占大头。或者温氏那边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全力配合，绝无二话。和开除我时真是两副面孔，只有触到了你的利益，你才会低头，真是可惜。女士，请问你找谁？让开！江来，你还要不要脸？人都走了，还在这里阴魂不散勾引我老公，你就这么缺男人吗？徐婉，你怎么来了？快出去！我说的不对吗？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在这里，我在谈正事，关乎公司存亡的正事，你别在这里捣乱。正事需要逼着我谈吗？我看你就是对他余情未了，可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居然……沈总，看来你的内部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古人说攘外必先安内，我看沈总你还是先修身齐家，再来谈平天下的事情吧。哦，对了，贵司的 N+1赔偿款我还没有收到，别忘了。贱女人，你还在这指桑骂槐是不是？快别说话了，有什么我们回家说。你放手！别闹了！别拦着我，我打死这个贱人！这恋爱果然要有脑子才能谈。温总，这么巧，我刚送走一个合作方，你这是？见了一下沈临川。时间还早，不如咱们出去走走，今晚月色不错。好。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看着小人消沉，总会有那么一些快感，是不是有点不那么高尚？笑什么？觉得我落井下石？笑你的快乐挺简单的。工作上我们公事公办，我一直相信你的专业和你的判断。生活上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任何情绪都是合理的。更何况你一向颇为正直。温总就这么信任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不是一个会用手段害人的人，你只是会用方法保护该保护的人，这一点我从没怀疑过你。温总这么信任我，就不怕哪天我看走眼让你失望？将来，信任不是盲目的，我相信的不是你不会错，而是即使错了，你也会负责，会修正。这个位置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完人，而是因为你是对的人。谢谢。不用谢，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将来，因为你，
我公司资金链断了，都是你干的好事。你是要逼死我吗？逼死你的从来不是我，不是你还能是谁？是你自己的纵容和无能，是徐婉那不值钱的在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你女朋友在乎的代价可真大。就是这个女人勾引我男朋友不成，利用温氏的权力打击报复。你们快拍她！江小姐，她说的是真的吗？您是利用不正当手段上位的吗？温氏集团对你商业报复的行为知情吗？江小姐，请您正面回答一下，把他回避好吗？我不知道你们在胡说什么，给我让开！还装？申报温氏全都曝光了。总监是业务强还是成绩强？这是恶意剪辑和污蔑，这照片是借位，转账是合理合法的收入和补偿。你敢做不敢当，收钱的时候痛快，现在装什么清高？沈临川，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是，那笔钱是你逼我给你的。我本来想着好聚好散，没想到你拿了钱，转头就用温氏的力量来报复我。这奥斯卡不给你颁奖，都是他的不对。再不给我让开，我就报警了。别听这个贱人的，吓唬谁呢？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温室门口动我的人。这里是温氏集团，谁无理取闹，就是和我温氏作对。保安，带走。是，冯总，请佩服赔偿，谢谢。别推我，我自己会走。强来，你走着瞧。上楼说吧。哎，你们听说了吗？江总监看着挺正经，可是没想到是靠那种手段上位的。小声点，人家现在可是温总面前的红人。温总，刚刚的事对项目有影响吗？没有，但是对公司形象不利。需要我让公司法务部出面吗？不用，这是我的私事，我自己可以解决。好，我给你3天时间。我要把脏水一滴不漏，全都滚回去。喂，知道了，我立刻召开记者发布会。爸妈，这饺子等我打赢这场仗回来和你们一块吃。好嘞，好，来了。大家别急，所有的问题我都会在今天一一给出答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们的耐心，我们可以开始了。江来，你收了我200万的分手费，还想抵赖？这是你因违法开除我，经劳动仲裁依法赔付我的 N+1赔偿金证明，共计12万7千元整。这剩下的200万元是你欠付我的提成，以及该款项的交税明细。沈总，你凭空捏造出的分手费是记性不好，还是良心不好？是这样，是造谣啊！那你和温总在车库里那些丑事，可是有照片为证，我看你怎么洗。怎么可能？监控不是被我删了吗？这是当天停车场的监控视频，那照片只不过是利用视觉错位的恶意诬陷。徐小姐，你应该没想到被你删除的监控视频还能够恢复吧？你在污蔑，小心我告你诽谤！你就是个只会勾引男人的贱人。说到勾引男人，我倒是有一个惊喜送给你。黄总，哎呀，你让我帮忙诬陷将来，我可是花了不少钱请水军黑的，你总得让我看到你的诚意上。
我的诚意你还不知道吗？什么诚意啊？哇，这么强力举报，看到没？快拍下来！这个太子这么大牺牲。徐婉啊，徐婉，你居然敢背叛我！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了你吗？你凭什么打我？要是没有我，你川行能有今天吗？你还好意思说？少给我转移话题！是你背叛了我！针对我司高管江来女士的谣言，就是针对我温氏集团的恶意商业攻击行为。我温氏集团将会对发起者以及参与者追究其法律责任。不是的，温总，我不是。温总，误会啊，都是误会，都是他搞的鬼，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请您看在我给温氏集团服务这么多年的份上，放我一马。你做没做我看得很清楚，我温氏集团不需要管理混乱、造谣污蔑的合作商。带走。是，温总。你们别碰我！这么江来，我错了，求你放过我吧。温总，谢谢你。出事才几天不到，他连律师函都没好。原来他给的从来不是俯视的庇护，而是并肩的支撑。温总，这一杯敬你，谢谢你昨天的维护，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维护的不是你，是温氏的规则。我给你的也不是机会，是你应得的平台。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你吗？10年前，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那时候我被最信任的导师夺走研究成果，让我被整个圈子封杀。那时候我才明白，这世上最锋利的刀，往往来自于你最不设防的人。与其期待别人的善意，不如让自己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所以您选择用规则保护该保护的人？不，是保护值得保护的人，比如你。温总，您就像是我的老师，我很荣幸有您这样的老师。你很特别，我们是一类人，或许我们可以不只是师徒。正因为我们是一类人，所以才更应该保持纯粹的师徒关系。最好的默契是各自在山顶相聚。这一杯敬规则，敬专业，也敬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好，敬我的得意门生。哎，听说了吗？这次开会是要宣布咱们集团要成立新事业部，向温总亲自汇报，谁能当上新部门的头，谁就能在集团平步青云。早就听说了，前事业部老大黄总志在必得，在集团就是黄总资历最老，我看好他。我看不一定。前几天温总为了江总监，又是动怒又是发律师函的，我看现在江总监才是当红炸子鸡，我看好江总监。那我们打赌好，我们也打赌，这下有好戏看了。算我一个。这个将来气势汹汹，温总好像很看好他。哼，慌什么？她一个黄毛小丫头而已。我在集团工作了20几年，什么风浪没见过，就连董事长也会敬我几分。
都到齐了吗？为开拓新市场，集团决定成立新事业部。我决定，新事业部的负责人将由黄思和将来通过内部竞聘产生。1个月时间，我会对2位所做的项目进行评测，优者升任。温总，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温总，我会拿出12分的精神做好项目，请你过目。好，散会。江总监，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儿，但这个位置光靠小聪明和运气可坐不稳的，就让前辈我来给你上第一课吧。啊？根据市场数据，我建议将资源向新媒体渠道倾斜，预计投入产出比可达1比5。我在行业20年，从未见过这么夸张的投入产出比。我调查过你用的数据机构，去年刚被处罚数据造假。你是要让公司为你的错误买单吗？这份数据已经经过3方验证，如果你有更可靠的数据来源，我们可以对比分析。我在温莎20几年了，见过的纸上谈兵的项目多了去了，最后哪个不是灰头土脸收场？那我们不妨用事实来说话。对了，张总监，这已经是我第3次汇报了，这个项目的启动资金又延迟了，请问财务部什么时候可以批准？你的数据存在争议，按照规定要暂缓拨款，所以……可是这个项目已经通过了评审会决议，财务部已经不需要再……我只是按照规定办事。我看没什么事儿，就散会吧。要是你承认自己没本事，去找温总特批了。哎，别走嘛你！是不是张总监的事？别生气，宝贝儿，我也是临时接到电话。这个男人的都是……让我怎么谢你啊？哎呀，你看，专门给你买的。董哥，你对我真好。董志强，你在干什么？董志强，你在干什么？薇薇，你听我说啊，这是我同事的表妹，我带她选了生日礼物。我眼不瞎，想不到我们结婚15年了，你居然用我赚的钱去养小三儿！你这个臭男人，居然敢出轨！什么你的钱？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买个礼物怎么了？你天天加班不着家，我找个懂情趣的人陪我怎么了？你无耻！董先生，我要打断你一下，根据民法典，你刚为这位小姐购买的珠宝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是你全部所得。不是，你谁啊？关你屁事啊！我是张薇的同事，刚刚你们2位的亲密举动我全都录下来了。作为离婚诉讼中的过错方，证据充分，张总监可以要求您净身出户。你这是欺瞒肖像权。那我认识一个很好的律师，我会推荐给张总监。好，你有种，走着瞧。好了，没必要为这种男人生气。回头我把这个视频以及律师的微信发给你。谢谢，让你看笑话了。没想到最后是你帮了我，顺手的事儿。毕竟一个公司的，我不帮你，难道帮他呀？其实你的项目经费之前就已经批了，不过黄总打了招呼，他是集团里的关系户，关系盘根错节，所以我……没事，我理解。那我就提前谢谢你了。黄思，你以为用关系就能按住人心？可惜，人心最不听话。早啊，张总监。对不起，江总监，你的项目预算打款没通过。怎么突然变卦？看不出来啊，平时那么正直，居然背后嚼人舌根。就是啊，人家张总监够可怜了，还拿人家私事到处说，真是没品。哎呀，算了。
张总监，为什么这项目款审批又没通过？你真是有手段，一边装好人帮我，另一边转头就把我的家丑弄得全公司皆知，我还会像个傻子一样感激你吗？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我不会拿个人的隐私做文章，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没有好处？有人啊，趁机对我落井下石，向董事会质疑我的专业。我想啊，对你可是有天大的好处。请您再冷静想一想，您昨天已经答应过我了，我何必再多此一？够了，请你出去。听说你和张薇的关系闹僵了，需要我出面吗？您出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现在张总监正在情绪上，任何来自我这边的解释，他都会认为是辩解。只有找出真正的原因，才可以让他重新思考这件事。你很清醒啊，但是项目不等人，我还等着你和黄四的 PK 呢。既然有人想把这趟水搅浑，那我就把这池子水抽干，看看这底下到底藏着什么。哼。昨晚的事按理来说只有我知道，可既然传出去了，那就证明有别人看到了这一幕。大叔，我车上东西丢了，能不能看看监控？最近怎么老是丢东西？一个二个都来看监控。还有谁来看监控了？黄总说是丢了东西，要看监控。不出所料。说实不相瞒，就是黄总吩咐我来找东西的。既然他已经看过停车场监控了，那我再看看集团的其他地方。你这儿一会儿一个说法，让我怎么相信你？这监控不能给你看。我也想尽快解决问题，这毕竟传出去有人在集团丢了东西，不是牵连您的责任吗？那你自己来看吧。哎，这是……张总监真可怜，老公出轨还被拍了。听说昨天江总监也在场，这些照片就是他拍的，我得赶紧拿出去烧了。抓到鬼！在你判定我有罪之前，部分先看看这个。背后搞鬼的人是黄总，他的目的很简单，在董事会前抹黑你，让你位置不稳，然后让你我反目，他好坐收渔翁之利。这些年，黄四靠关系网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以前觉得事不关己，可他现在枪口对着我，那就别怪我了。你的项目，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最合规的方式全力推动。合作愉快，信任破碎后再重建，往往比最初更加牢固。有人准备好迎接暴风雨。如果没有汇报的话，就散会。温总，我这里正好有一个机会，想推荐给江总监。鸿昌实业一直是咱们想攻克的大客户。我得到消息，王总明晚会组一个私人局，邀请的都是潜在合作伙伴，规格很高。如果江总监能代表公司出席，说不定能一举打开局面。江总监，你敢接受这个挑战吗？将来，你的意见呢？鸿昌实业上季度现金流极度紧张，合作意向极低。听说王总还爱骚扰女性，这是黄四给你挖的坑。他能挖坑给我跳，我就能把他的坑填成我的路。能为公司争取客户是我的分内之事，谢谢黄总给我这个机会。嗨，王总您好，我是温氏的江来。你好，你好。江小姐，来，坐这儿谈生意嘛，靠得近才能听得清嘛。来。听说王总前段时间出国了，这西方的握手礼还真是热情。王总，
这是我们为红昌实业量身定制的合作方案，请您过目。不懂规矩。先把这杯酒喝了，我们再谈其他的啊。王总，这酒可以慢慢喝，正事不能耽误。王总，您看看方案，我们在渠道整合方面，预计可以为贵公司降低15%的成本。江小姐，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跟温氏签约吗？就是因为他们不够有诚意。来，让我看看你的诚意。王总，您是真的谈合作，还是说只是想找点乐子啊？当然两样都不耽误嘛。如果江小姐觉得这里不太方便，我们也可以去酒店谈。可是据我所知，红昌实业目前面临生存困难，想不到王总还有找乐子的心情。你胡说什么？什么时候等王总真正想解决问题，而不是寻消遣了，温氏的门依然向您打开。对了，您刚刚说的话我都已经录音了，相信您的老婆应该也不会想听到这份录音吧。告辞了，王总。哎，等等，相信您的老婆应该也不会想听到这份录音吧。告辞了，王总。哎，等等，黄思，谢谢你今晚的安排，你亲手递来的刀很快就会回到该去的地方。温总在哪儿？我来接你。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了。今天是周末，你哪里不好打车？等我。你怎么来了？我不放心你，所以来接你。张伟把情况跟我说了，怪我事先没有了解情况，以后这种局可以直接拒绝，别勉强自己。这众目睽睽下的挑战，我一旦拒绝了，岂不是坐实了我不敢担当？没事儿，小问题而已。将来你的事，在我这里没有小麻烦。谢谢老师关心，我真的没事儿。我这人公私分明，有人说我为达目的不近人情，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谢谢文总送我回家，你也早点休息。将来记住，你以后不需要独自面对所有算计，温氏是你的后盾，我也是。晚安，文总。红昌的业务没有任何进展，江总监该不会是搞砸了吧？王总是出了名的难搞，黄总跟了那么久都没搞定，江总监，我看够呛。哎，江总监年轻能干，也不要妄下定论嘛。说不定江总监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哎，江总监怎么不说话呀？难不成真的搞砸了？哎呀，不过那种老江湖，年轻女孩应付不来，也正常。黄总，今天的会议重点是汇报项目，不是评价个人能力。我就是在关心项目。昨晚可是有人看到了江总监和王总单独去了包厢。哦，你不会和王总那个了，也没搞定吧？黄总，您说完了吗？怎么，事儿没办成还不让人说呀？就是啊，还以为能有多大能耐，结果还是绣花枕头一个。我看这项目也不用汇报了，新事业部负责人就该是黄总的。你们有本事咋自己不去谈？欺负一个新人算什么？如果黄总说完了，那接下来该轮到我了。这是红昌实业王总亲自签的合作意向书，注明优先与温氏集团进行独家合作。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在温氏集团，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温总，温总，坐下吧。这是第一阶段的服务合同，签约金额3000万，合同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50%的预付款。预付款条款竟然这么友好！这是5年战略合作的框架草案。宏昌实业承诺，未来5年会将60%的推广预算交由温氏执行，预计总体量不低于2个亿。2个亿！宏昌实业承诺引入其上下游3家关联企业作为潜在客户，这是你谈下来的？是的，温总。王总说了，我们的合作方案对他的生态圈很有帮助。这不可能！你这是编的假合同骗大家的吧？合同就在这儿，可以随时给公司法务部核验。另外，宏昌实业的第1期预付款应该已经到公司账上了。温总，宏昌1500万预付款已经到账上了。你这么快就能让王总签下这么大的单子，还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年轻漂亮就是好啊，看来是有些特殊手段。黄总说的特殊手段具体是指什么？是指我花了48小时啃完他们集团3年的财报和行业报告，并给出针对性的意见，还是说我发现他们供应链上3个关键痛点，并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跟进了半年多了，除了陪酒陪笑，你连一份像样的报价都没递出去。你自己心思是歪的，看什么都是歪的。我的谈判过程出于职业习惯，留有全程录音。刚刚黄总在公开场合对我进行污蔑和诽谤，我申请集团道德委员会介入调查。职场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你泼脏水的戏台。陈总，各位起名的朋友，欢迎。这位是我们新业务事业部候选负责人江来总监，他今天向各位全面阐述战略规划。陈总好，大家好，请看 PPT。没了 PPT， 客户肯定谈不成。就算文总保你，股东也会让你滚蛋。哟，江总监，启明资本这么重要的合作伙伴，你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这让我们温氏的脸往哪儿搁呀？温总，看来你们今天遇到点问题啊。我看，要不我们改天再说吧。陈总，抱歉，这个文件出了点小问题，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继续。PPT 都没了，还怎么继续呀？别逗了，你知道一份项目计划书有多少数据和内容？别在这说大话，浪费大家的时间。陈总，还请再给一次机会。好。各位请看，这里是第1阶段的整体规划。A 类细分的市场渗透率达到了17.3%，较上一季度环比微增0.4%，协同指数稳定在89.47的提供了0.89%的边际增长动能。所以，这就是我们构想的可以重新定义赛道规则的核心方案。精彩，相当的精彩。文总，看来你手下真是卧虎藏龙啊！我对这个项目以及和江总监未来的合作是越来越有信心啊！非常感谢陈总的认可，下来的表现也代表了温氏集团对新业务的决心和专业态度。请。原来你早就知道 PPT 会出问题，所以提前准备了。黄总，我这个人习惯为所有可能性做好准备，毕竟真正的实力是不被任何小事打倒的底牌。谢谢你，让我在这张底牌上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哼。温总，这是并购案的补充条款，法务和财务已经签过字了。辛苦了，你先下班吧。
不打开确认一下吗？过犹不及，我知道你很努力，为了可持续性发展，你要注意身体。老板，您这是双标。我下班了，但我的老板却还没有下班。好，那一起下班。好的，消息我看到了，明天早上聊。好的，我知道了，按这个预算我 OK 的，明天上午10点再核对一下。不好意思啊，维克姐，温总，手机没收，现在开始，到家再给你。好，天大地大，老板最大。电梯到了，走吧。Together we will write our symphony. With every breath, I'm enchanted on you. Wrapped in your arms in this magic room, just you and me. 开慢些。你醒了，谢谢。我还以为你每分每秒都在工作。我又不是 AI， 其实我是消消乐高手。夜里风大，你还是把外套披上吧。我先回去了。哎，等等，手机。手机。 흩어진 시간 속에 어느샌가 내 곁에 小姐，我其实暂时还没有和老板搞暧昧的想法。不搞暧昧。 我想认真追求你，在你自己做完你想完成的事情之前，我不会打扰你。我只是想说，我对你心动。我会在安全距离的范围等你的信号。 哎，小雨啊，这份数据报表做得很不错嘛，很细心呢。谢谢黄总。你的实习评估我已经看了，整体还行。不过呢，想要转正留在温氏，光会做数据报表可不够，得让领导看到你的潜力和灵性。这样吧，下班后你来我办公室一趟，我单独给你辅导一下。 有些门道啊，得关起门来才能教。江总，我们的进度可能要延后了。原因？都怪黄总。自从您当上新事业部的项目负责人，黄总老是故意卡我们的进度。我知道了，我来解决。
江总，对不起，我马上出去。没关系，茶水间本来就是让大家放松休息的地方，你不用因为我来了就离开。要不要喝一杯热拿铁？心情不好的时候，咖啡可以缓解情绪。或者你也可以跟我说说，我很乐意帮助你。我不论任何时候都要照顾好自己。温室很大，世界很大，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值得你用眼泪和尊严去交换。如果你遇到了无法独自面对解决的事情，你可以寻求帮助。那个新来的林小雨看着挺老实，没想到还挺有手段的。黄总都那样了，还老找他单独辅导。什么辅导？是黄总自己心思不正。听说他以前就骚扰过女下属，可怜小雨一个刚来的姑娘也不敢拒绝，真太可怜了。是啊，黄丝啊黄丝，你还真是个人渣。小雨啊，我看你最近和江总监走得挺近呐，怎么想换个新领导？没有黄总，是江总安排了工作。那就好，我可提醒你，实习期快到了，转正评估除了能力，忠诚和懂事也很重要。有些人要保持距离，你明白吗？我听说将来正在查我吃回扣的事情。那找个机会把这份文件混进他正在看的普通文件里，不要被发现。事成之后，你的转正我保了，还会给你推荐个好部门。否则，温总，各位董事，我要举报，将来为了排除异己，伪造证据，企图诬陷我说供应商回扣，这是我在他提交的文件里发现的所谓证据，其心可诛。你看看，这确实是伪造的，而且手段非常拙劣。哼，将来你是不是把所有人都当傻子呀？这么粗糙的手段也想诬陷我？对此你有什么解释？伪造证据是严重违纪。黄总，您确定这份文件是我伪造的？当然了，除了你还有谁会处心积虑查以前的旧账，还想用这种下作手段？林小姐，拿出来吧。我听说将来正在查我吃回扣的事，找个机会把这份文件混进他正在看的普通。你什么时候拍的？江总，你能不能帮帮我？黄总他总是下班后强行留下我，还说一些恶心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还用转正来威胁我。我正好要去找你，这个给你，把它别在衣服上，下次黄丝再来找你，就把一切都录下来。也是时候该清算了。我听说将来正在查我吃回扣的事情，找个机会把这份文件混进他正在看的普通文件。这是什么时候拍的？黄总，我也有一份文件，跟大家一起看看吧。财务部对黄总在过去3年内主导的3个项目进行了紧急审计复核，我们发现3个项目合同价高于市场价的30%，其中800万差价流入了黄丝亲属控制的空壳公司里面。你滥用职权，骚扰下属，侵吞公司资产，构陷公司同事，每一步都走在了职业底线、法律红线。现在证据都齐全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温总，我即刻起解除黄丝一切职务，公司将会把这些违法违纪的材料移交到司法机关处理。林小雨的勇敢值得嘉奖和保护，他的转正将以正常优异表现予以通过。
江总，20分钟后第一会议室讨论海外并购案的最终方案。好，准备好了吗？随时。不越界的职场，就是自己守护的最好的边界。你是此生唯一的